秦始皇仅用了10年时间就统一了6国，建立起第一个大一统的王朝秦朝。可只过了15年，秦朝就灭亡了。那么，为什么说秦始皇是奋六世之余烈呢？秦国又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口气讲完秦国的38位国君。与其他中原大国所不同的是，在周天子分封诸侯的时候，老秦人还与戎人杂居错处着。直到秦非子的时候，因为给周王室养马有功，被周孝王分封在秦地，非子便以封地为氏，号称秦营。不过，此时的秦国只不过是周朝一个不足50里的附庸国，不仅不是诸侯，连卿和大夫都算不上。此后的几代人依然是为周王室养马，并对抗西戎。到秦非子的曾孙秦仲继位的时候，周厉王残暴无道，致使诸侯们起来反叛，西戎族也趁机入侵，攻入犬丘，杀害了秦仲的高祖父，大洛的族人。周宣王即位后，封秦仲为大夫，命其率军征伐西戎。可2年后，在与西戎的交战中，秦仲战败阵亡，其长子秦庄公继位。周宣王又召见了秦庄公兄弟5人，交给他们7000士卒，继续讨伐西戎，为父报仇。最终西戎战败，周宣王便将犬丘封给了他们，并任命秦庄公为西垂大夫。于是秦国就有了2个封邑，一个在秦地，一个在犬丘。秦国也勉强进入了大夫的行列，但依然不是被认可的诸侯国。秦庄公去世后，其子秦襄公继位。为了解决狄戎之患，秦襄公便将自己的妹妹嫁给了戎人的封王为妻，用以分化戎人，并且迁都迁邑，开始向东发展。这时周朝发生了一件足以改变秦国命运的事件。此时周朝的国君是周幽王，他宠爱褒姒，便想废除太子姬宜臼，立褒姒所生的儿子为继承人。姬宜臼的外公申侯就不干了，他联合犬戎一起攻打周朝。这里便有了烽火戏诸侯的故事。最后周幽王在骊山下被杀，西周灭亡。犬戎盘踞在镐京，姬宜臼便召集诸侯秦王。秦襄公便与魏武公、晋文侯、郑武公一起率兵营救。之后姬宜臼登基，即周平王。为了躲避犬戎的骚扰，周平王便将都城迁往洛邑，东周开始。因为此次事件中秦襄公护送有功，被周平王封为诸侯。此时岐山以西的土地都被犬戎占领着，周平王便将此地封给了秦国，只要秦国能赶走犬戎，那这些土地就都归秦国所有。到这个时候，秦国才正式成为了诸侯国，与其他诸侯国开始互通使节。秦襄公在位12年，最终死在了讨伐西戎的途中，其子秦文公继位。秦文公继位后，继续征伐西戎，西戎败走，秦国实际控制了齐西之地。秦文公在位50年后去世，儿子已经被熬死了，由其孙子秦献公继位。他将都城从西新邑又迁居到平阳。同年，他攻打伯戎，占领伯戎的都邑荡舍，将疆域扩展到了关中的西域。只可惜天妒英才，年仅21岁的秦献公便英年早逝。之后又经过了几代国君的努力，将版图一直推进至关中的东端。至此，秦人经过近100年的艰苦创业，已占据了关中平原的大部分领土，成为了西方的新兴强国。秦武公继位后，开启了活人殉葬制度。秦德公元年，又将都城迁到雍，这是秦国建都时间最长的都城，先后有19位国君在这里执政，长达294年。因为秦宣公和秦成公都很短命，最后王位传给了弟弟秦穆公。秦穆公继位后，受国政于百里奚，迎简书为上大夫，励精图治，发展生产，使秦国成为了仅次于晋国、楚国、齐国的2等强国。公元前623年，秦穆公采用游鱼的计谋攻打戎人，并且生擒了戎王，使12个戎国臣服于秦，秦国也因此增加了上千里的土地，称霸西戎。至此，秦穆公成为了春秋5霸之一。但此时的秦国向东还不能出崤函，向南不能及巴蜀，之后的几代国君也都没什么作为，就这样磕磕绊绊地走完了春秋之路。公元前453年，三家分晋，战国开始。三家分晋后，魏文侯以李悝为相，
变法图强，又拜吴起为将，创建魏武卒，使魏国率先强盛起来。之后，魏国便侵吞了秦国的河西之地，窥视关中。秦简公和秦惠公屡次进攻魏国，想夺回河西之地，但都被吴起打败。公元前389年，秦惠公发兵50万，与魏军在阴晋决战，结果吴起只用了5万魏武卒就将秦军打败。此后，秦国再也无力抵抗魏国。秦惠公去世后，2岁的秦出公即位，朝政由其母亲主持，并且重用宦官和外戚。之后，左庶长军改，发动政变，杀死了秦出子和他的母亲，迎回了秦灵公的儿子回国即位，即秦献公。秦献公继位后，废除了秦国延续300多年的活人殉葬制度，迁都岳阳。秦献公去世后，秦孝公继位，他力排众议，重用商鞅，实行变法。为了摆脱旧贵族的干扰，便将都城从岳阳迁至咸阳。从此，秦国走向了富国强兵的道路，成为了战国后期最强大的国家。秦孝公去世后，秦惠文王继位，他车裂了商鞅，但商鞅之法没有废除，继续推行。他采用张仪的连横之术，破坏6国的合纵战略。他北伐义渠，西平巴蜀，东出函谷，南下商巫，为秦国统一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秦惠文王去世后，秦武王继位。他攻拔宜阳，设置三川，平定蜀乱，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君王。只可惜他喜好比五角力，即位仅4年，便因为举鼎意外身亡。秦武王没有儿子，于是芈八子的儿子嬴稷在舅舅魏冉等人的支持下回国继位，即秦昭襄王。昭襄王年幼，朝政由其母亲芈八子和舅舅魏冉主持。在此期间，秦国参与了5国伐齐，齐国便从此开始衰败。他任用白起为将，在伊阙大败魏韩联军，斩首24万。接着，白起攻入楚国的腹地，攻陷了楚国的都城郢都。至此，齐国和楚国都开始衰败，唯有赵国还能与秦国抗衡。公元前272年，芈八子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中，随后义渠灭亡。秦昭襄王任用范雎为相，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对抗6国。公元前260年，长平之战爆发，白起坑杀了40万赵军，赵国从此一蹶不振。随后又攻陷了东周的王都洛邑，迁九鼎于咸阳，基本结束了周朝800年的统治。秦昭襄王在位56年，因为他太过长寿，导致他的儿子秦孝文王和孙子秦庄襄王2人加起来的执政时间都不足4年，就将王位传给了13岁的嬴政。嬴政年幼，朝政由吕不韦把持。公元前239年，21岁的嬴政开始亲政，随后他平定嫪毐之乱，免除吕不韦的相权，吕不韦自杀。他任用魏辽和李斯等人，积极推行统一战略，仅用10年时间便陆续统一了6国。他南征百越，北击匈奴，废除分封制，代以郡县制，书同文，车同轨，统一货币和度量衡，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王朝秦朝。他是第一个使用皇帝作为称号的君主。公元前210年，秦始皇在第5次巡游的途中驾崩于沙丘宫。赵高采取了说服胡亥、威胁李斯的手段，伪造诏书，逼迫扶苏自杀，从而使胡亥继承皇位，即秦2世。可秦2世继位还不到1年，就爆发了陈胜吴广起义，紧接着6国贵族都纷纷起来复国，刘邦、项羽也开始起义，大秦帝国遍地狼烟。公元前207年，赵高逼迫秦2世自杀于望夷宫中，之后去除帝号，立子婴为秦王。5天后，赵高被子婴诛杀。同年10月，刘邦率军进入武关，屯兵于坝上，在位仅46天的秦王子婴向刘邦投降，秦朝灭亡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